渣男老公出轨，小蜜把自己玩死了。婆婆带着小姑子上门赶我出去，我乖乖搬出去，他们母女俩如愿得逞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殊不知，好戏才刚刚上演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周扬辉出轨小蜜的事情被有心人匿名发给了我，我当即提了离婚。徐佳，你做事别太绝，不就是离婚吗？需要动用到律师吗？看着周扬辉发来的文字，透着一股子怒气，我哑然失笑。他出轨的事情被我发现后，至今都不敢直面我，哪怕是离婚这件事，他也只会在微信上抗议，不走法律，怎么分得清各自的资产？大学时期共同创办了一家工作室，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，也算在圈里混出了点成绩。但我刚刚查出意外怀孕的时候，他已经出去独立门户，问了安胎。我们之前的公司我只好交给了托管公司管理，真是看走眼了。没想到你的眼里只有钱。我笑了，感情都没了，我不看着我的钱，还能看啥？看他跟小蜜在办公室的阿威，没必要磨磨唧唧的。你抓紧签字吧，给彼此留些体面。我言尽于此。午后，月子中心里没什么人，孩子也被育婴嫂抱去睡觉了。我接到婆婆秦香花的电话：佳佳呀，听说你正在跟杨辉闹离婚，有这回事吗？他都出轨了，从孩子出生到现在，他更是一次都没来看过。不离婚，留着过年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，继续道：我也是过来人，知道你受了委屈了。这件事情确实是杨辉做的不对，不过我的儿子我还是知道的，肯定是外面的女人一直勾引他，主动贴上去，不然他不会的。夫妻之间的事，没必要闹到离婚这个地步。男人嘛，一旦事业有成，难免就会吸引到那些莺莺燕燕。我也是为你好，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清楚。真的离婚了，苦的是你自己啊。说句不该说的，杨辉靠着他自己的实力都另外办了公司，要我说，你就把原来的公司解散掉得了，安心在家相夫教子，不比在外面喝酒应酬强。其实我以前早都想说了，男主外女主内，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家庭。当人家老婆要宽容些，大度些，这样家庭才会和睦。句句离不开为我着想，可是句句在偏袒他儿子。我嗤笑，您说的话我会好好考虑的。电话那头很是高兴，那就好，你一向都很懂事，知道分寸的。我会认真考虑重新拟定离婚协议上财产的划分的，毕竟这几年他赚的钱基本上都没有用在我们这个家庭。你不等电话那头继续说，我直接挂断电话，并且拉黑。我尊她是婆婆，她却始终拿我当外人。她倒是提醒我了，这几年秦香花总是变相的跟周扬辉要钱，周扬辉哪有那么多的钱，少不了趁职位之便挪用公款。这些我以前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拿起电话，跟季晨简单说了情况，变更了协议里面财产分割的比例。原本我还想着快刀斩乱麻，做出让步的，现在想想真是傻。电话刚刚挂断，一股刺鼻的香水味飘进房间里，很快门口便出现了一道清丽的身影，穿着时尚，青春洋溢。徐佳姐，还真是热闹。我抬眸看了一眼来人，悠悠道：关小姐找我是有什么指教吗？关凝之扭着细腰走进来，带着哭腔开口：徐佳姐，我知道错了，可感情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可以控制得住的。我戳了块水果送进嘴里，控制不住就要跟我老公你的顶头上司上床。他一双眼睛眼泪汪汪，
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几近哽咽，都怪我。当初周总说他的心底早就没有你了，我一直劝他来着，可是他其实也蛮辛苦的。你怀着身孕，他又不敢跟你提离婚，那现在这个恶人只能我来当了。离婚对你们俩都好，我会跟他说，多分你一些钱，这样于你而言也不算吃亏。你倒是考虑周全，那离婚协议书抓紧让他签了吧。我的律师现在还在等他签字呢。我淡定地吃着水果，都懒得抬眼看他。关宁神色愕然，似乎不知道我跟周阳辉提离婚的事。周阳辉摆明了是吃干抹净，不想负责，谎话连篇。关小姐，如果我是你，就不会这样大摇大摆地进来找人。当小三是什么很体面的事情吗？他脸色有些难看，身子僵了僵。我继续道，还有，你也看到了，他连刚出生的孩子都不愿看一眼，更不用说他对待感情可以有多少的真心了。关宁听到这，却格外自信，原本微微弯曲的背也挺得笔直，像是在宣告他的得意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杨辉说我是特别的存在。听他这么说，我有些犯呕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也懒得再多说。那我祝福你。好了，我累了，需要休息。出门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。我顾自躺下，余光瞥见他攥紧包包的手指关节微微泛白。傍晚醒来的时候，律师季晨给我发了消息，说周阳辉签字了，也算在意料之中了。按照关宁的反应来看，回去估计会跟他大闹一场。再加上我发给季晨关于周阳辉的那些挪用公款的证据，不签那就只能去局子里泡泡茶了。不过收到季晨发来的消息，我的心才算踏实。错付了没关系，谁没有看走眼的时候？只要及时止损，过去就当跟狗谈了。3天后，我出月子了，42天闷在月子中心，可把我憋坏了。一大早我就把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，我妈也过来帮忙抱娃了。你那个婆婆都没来看看孩子。我把那天她电话里说的话跟我妈说了，我妈气得牙痒痒。这种话她也说得出口，简直太不要脸了。其实我这个前婆婆压根也没有真的关心过我，婚后鲜少来往，基本上属于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一见面就开口借钱。后来我怀孕了，她专门请人算了日子，结果说是女孩，便再也没见她冒过头。现在既然都离婚了，以后不用再有所交集，也真是万幸了。我们前脚刚离开月子中心，几个警察便迎了上来。请问是徐家吗？我跟我妈面面相觑。周阳辉死了。据警方透露，周阳辉和关宁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拒人关了。根据现场采集的物证以及法医给出的结论，他们应该是在做那种事的时候，因为购买了太多的劣质 Q 去用品，导致触电溺水身亡。玩得那么花，结果变双杀。警方只是例行调查，对我进行了简单的盘问。由于离婚协议已经生效了，所以警方也通知了周阳辉的家属秦香花和周阳玉。周阳辉是单亲家庭长大的，他家里除了他妈妈，还有一个在读大学的妹妹。秦香花赶到警局，看到周阳辉尸体的时候，当即昏厥了过去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周阳玉也赶过来了，母女俩见了面，抱头痛哭。阳辉啊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往后我们可怎么活呀？呜！旁人听的是秦香花对儿子死去的悲痛，而我却知道，她哭的是以后他们母女的生活来源。周阳辉跟我结婚后，我才知道原来他的原生家庭有多糟糕。父亲在他小时候跟其他的女人跑了，丢下他们一家3口，而他妈妈是赌成性，年轻的时候靠身体赚钱，
供他们一家3口吃饭。周阳辉在学校的时候很争气，凭借着优秀的成绩，在一众人群中脱颖而出，奖学金拿到手软。基本上他上学的钱都是靠着他自己的本事挣来的，也是他的这份优秀，我当初才选择和他一起创办公司。我出钱，他出人。后来他妹妹的学费都是他在承担，他妈妈的赌债也是他在偿还，每个月会给他妈妈将近3万块钱，这些他都会告诉我。可是人一旦是赌成性，那就是一个无底洞，无论如何都填不满，不然周阳辉也不至于挪用公款替他还债。我见我妈妈抱着娃在风里站着，签完字便要离开，结果秦香花一把拽住我：“你个没良心的，我儿子死了，你却跟个没事人一样，好狠的心啊！”他的力气很大，指甲很长，深深地掐进我的肉里，很快便渗出了血丝。我吃痛地甩开他的手，他却顺势跌倒在地，佯装被我推倒。“嫂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吗？”我冷笑：“这是警察局，不是你们舞台剧的戏台子，监控都是高清的，是不是我推的？可以让警察同志调监控。”周阳玉一下子住了嘴，秦香花一把拽住我的裤腿子，哭哭啼啼的：“他再怎么样也跟你做了那么久的夫妻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”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我妈看不下去了：“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你儿子在外面养小三，不顾家庭，甚至自己老婆生产的时候他都不在身边。你这个当妈的不仅没有责骂他，还反过来叫我闺女要大度包容。我要是你，养出这样的儿子，早都一根绳子吊树上去了。你倒好，脸大的可以海纳百川的，在这里指责我闺女。要是不知道自己什么德行，就去买个镜子照一照，实在不行撒泡尿照照。”我妈一顿输出，听得几个警察同志脸上憋得通红。他当初对于这门亲事极力反对，总觉得周阳辉这个人品行不端，要不是我当初坚持，他说什么也不会答应的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就算我们阳辉有错，可他人都不在了，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！呜！秦香花唾沫横飞，悲痛欲绝。是啊，我哥毕竟跟嫂子在一起10个年头了，就算我哥有错，可你竟然可以完全跟个没事人一样，不觉得太过分了吗？周阳玉在一旁帮腔道：“笑死人了，说的好像是我闺女害了他一样。你问问警察同意周阳辉怎么死的，我都没脸说。这年头有这么奇葩的死法，头一回见。还有你，以前仗着小姑子的身份，对你这个嫂子什么时候尊重过？你身上的衣服首饰，连内裤都要我闺女给你买，还要亲自送去学校给你。腿要是不用，趁早砍断了给需要的人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闺女对你提出的要求，但凡说一个不字，你转身就告到周阳辉面前去。他们夫妻俩为你的破事而吵架的时候还少吗？”周阳玉被对得哑口无言，面色发青。秦春华哭得更加死去活来，一直捶着我的腿。警察见状，立马上前拉开秦香花：“有什么话好好说，不要动手动脚，这里是警察局，实在不行我们也可以原地出警。”听到警察如此说，秦香花立刻老实了。我扶着我妈离开，身后传来秦香花呜呜囔囔的哭声：“哎呦喂，老天爷呀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杨辉呀，你让妈妈以后可怎么活呀？”我妈陪着我回到建院小区，她拉开我的袖子，醒目的抓痕和血渍触目惊心。我的腿裤子拉上去，发现有些地方也淤青了，真是太歹毒了，下这么狠的手。我妈心疼地皱着眉头，从小到大她含在嘴里，捧在手心的宝贝，被人打骂，她气得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给我简单的上了药，便劝道：“
要不跟我回家住吧？万一那对母女要是找上门，到时候你怎么应付得来？这里有刘嫂陪着我，没事的。倒是我爸，我有点担心他，您快点回去陪陪他吧。前段时间他被人在单位穿了小鞋，原想着退休前能摆脱副科级，结果这个关键时候被绊住了。我妈见劝不动我，也就作罢了。毕竟刘嫂在我们家待了好几年了，做事向来稳妥心细。天色也不早了，还得坐地铁。您快回去吧，别陪我了。我哪是要陪你？我的小孙女这么可爱，我就想多陪陪她。她的眼眶微微泛红，我看到鼻尖也有些发酸。宝宝现在除了睡就是吃，你倒是该回去陪陪我爸。这个时期，他比我们更需要你在身边。我妈默了默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好吧，有什么事情你就让刘嫂帮你，凡事不要都亲力亲为，毕竟才刚出了月子。还有啊，衣服多穿点，不要出去吹风。见他又要唠叨个没完，我乖巧地点头，笑道：“您就放心吧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了。”哎，这是嫌我烦了？好了好了，我走。我妈嗔了我一眼，我无奈一笑。我妈前脚刚离开，刘婶就凑过来：“太太，前几天先生进了书房翻箱倒柜的，像在找什么？”当时他脸色不好，行色匆匆的，我也就没敢多问。我暗道不妙，走进书房，眼里撞进一片狼藉的画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入室抢劫。因这书房都放着重要文件，平时没我的允许，刘嫂便不会进来打扫。我仔细查找了一圈，抽屉暗格里的东西果然不见了，连同当初结婚时的金子和钻戒也都消失不见了。关于周阳辉公司的传闻，我前几天略有耳闻，不过没有实证。现在我倒是有几分的确信了。我无意间踩到玻璃碎片，才看到地上躺着一个破碎的相框。那是我跟周阳辉大学时期毕业典礼上拍下的合照。照片上，那2个年轻人眼里装满了斗志与爱情的甜蜜。如今恍若隔世，也确实隔世了。季晨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吃晚饭，便招呼着他一起用。他是我爷爷老战友的孙子，年纪跟我相仿。离婚的事情，我全权委托他。包括有时候我公司有什么法务问题，我也都是交给他打理。对于近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他都清楚，不过也不全是我跟他说的。刘嫂这个人是个直肠子，见我很放心他什么都会说给他知道。你还好吗？季晨夹了点蔬菜到我碗里，见我一副心不在焉的，关心道：“没事。不过现在确实有件棘手的事情，需要你帮我调查一下。”他神色舒缓了许多。没问题，我失笑。我都还没说是什么事情，他也跟着笑了笑。问什么事情？有个很重要的东西不见了，我需要你帮我查一查去向。肠绞痛，俗称2月闹，宝宝晚上睡觉总是不踏实，拍奶嗝也没多大的用处。为此，我跟刘嫂最近都有些手足无措。恰好我同学许星是高级育婴师，刚从海市回来，我便想着请他过来支支招。不过他是个路痴，快到的时候，我下楼去接他，刚到小区门口，便看到乌泱泱的一群人围坐一团。秦香花一屁股坐在小区门口，哭嚷着：“你们就欺负我老太婆吧！我儿子在这里买了房子，如今他人没了，你们竟然连门都不让我进！你这老太太真有意思，问了好多次了，你连具体的几栋几单元都说不清楚，你让我们怎么放你进去？”保安老李说道。秦香花闻言哭哭啼啼的：“我都说了我儿子叫周阳辉，你们呢？就是死活不让我进去，欺负我是老人。阿婆，你这话可不要乱说，你说的名字我们查过了，有3个，你又说不出具体的栋数单元，这里的每个业主
都交了很多的物业费，不可能让人随便乱闯。你要是继续闹下去，我们可要报警了。”另一个比较年轻的保安说道。隐在人群中的周阳玉一眼便看到了我，大声唤道：“嫂子！”闻声，秦香花看了过来，立马从地上爬起来：“她是我儿媳妇，你不信可以问她。你可总算来了。”保安老李一眼认出了我，我怀孕那会订了很多的快递，他看我一个人不方便，经常帮我送上楼。徐女士，她。保安老李在我这里得到了确定的眼神后，只好放他进来。秦香花脸上一下子神气十足：“我小老太婆没骗人，我儿子就是买这里的房子。”周阳玉也抓紧跟在他的身后跟了进来。彼时我的同学也已经到了，我便带着我同学许星走在前面。“哎，这就是你那个婆婆和小姑子啊？”他低声问道。我点了点头，补充道：“钱婆婆和钱小姑子。”身后的两个人从一进门就遮掩不住的好奇：这桌子是红木的吧？这瓷砖是大理石吧？这浮雕就像皇宫，这么华丽的装修得花不少钱吧？秦香花看花了眼，细细算着也没多少。平时杨辉总说他没什么钱，看来钱都花在这些地方上了，装修又不能当饭吃。秦香花撇了撇嘴，絮絮叨叨：“要我说呀，简单装修，买一点点合成版的家具得了，真是奢侈。装修是太太出的钱，家里一应的家具也都是她精心挑选购买的，跟先生可没关系。”刘嫂在一边忍不住说道。秦香花瞥了她一眼：“什么你的我的？没离婚之前，她是我儿子的老婆，合法的妻子。就算现在离了婚，也是我孙女的妈。就是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在这里指手画脚的吗？”周阳玉更是一脸鄙视地打量着刘嫂。许星在一旁默不作声地吃着瓜。“刘嫂，我同学要帮我给宝宝做推拿，你帮我带他去婴儿房。”我担心按照刘嫂的性格又要吵架了，便把她支开。“还有啊，刚进门我就看到了，鞋柜里那么多鞋子，又不是蜈蚣，哪穿得下那么多？你要是平时有什么不穿的，你就拿过来给杨玉穿。”秦香花止不住地接着絮道：“妈，我不要。”周阳玉一脸嫌弃：“我现在可不比从前。”“是，我都把这茬给忘了。”“那给我也行啊，我不挑，钱要花在刀刃上。”他俩还自说自话起来了，看来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。我轻咳了2声：“嘿嘿，今天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”“秦阿姨。”秦香花听我这么称呼她，有些愕然，旋即又恢复了原样，主要是来看看我宝贝孙女的。既然在做推拿，那我就先不去抱她了。这话说的她恐怕自己都不信。自从算出是女孩，她打心眼里就开心不起来，再也没有冒过头，更没有过问半句。还有一件事呢，今天来必须得说。她继续道：“我来之前也问过律师了，杨辉在的时候就说过，这套房子是他全款拿下的，如今他没人没，按理说应该给到直系家属。”我微微颔首：“没错，不过在财产分割的时候也明确了，装修当初是我出的钱，家具也是我买的，这套房属于共同财产，各分一半。”秦香花闻言有些不自然：“是可以这么说，不过我记得你娘家的房子也不小，不像我跟杨玉，一个住在学校，一个租在外面，一个月下来也不少钱。我娘家的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我有些懵了：“你这不是都和杨辉离婚了吗？那你回去你家住，这套让我跟杨玉住，正好。”秦香花说的理直气壮，眉眼间都是笑，算盘打得真响。“那不行，这套房子我也有份，装修清单和家具都还在。”我果断拒绝：“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妈这是好好跟你商量，
不然其实根本就不用找你商量的。这套房子是我哥的遗产，既然你们离婚了，继承权就在我妈身上。周扬玉按捺不住，直接呛声道。秦香花立刻扮演起白脸，杨辉就留下这么一个孩子，将来我的宝贝孙女长大了，我也老了，不都是给他的吗？说的倒是一套一套的，就他赔钱的速度，他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如果你们执意要搬进来，也不是不行，这就对了吗？见我如此好说话，秦香花笑得满脸的褶子。我就知道你最懂事了，不过当初装修是我出的，家具是我买的，既然咱们现在说开了，一码归一码，那我明天就叫人过来卸掉这些装潢。秦香花脸色变了几变，急眼了，你把装潢拆了，我们怎么住？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你们上门要赶太太母女俩出门，你们就不无理取闹吗？刘嫂听不下去，从房间里出来，愤愤道：关你屁事啊！你算老几？周扬玉推了刘嫂一把，刘嫂一个不停，往后跌了2步，摔在地上。我上前去把她扶起来。你们要是想留下这些家具和装潢也行，按照清单上的价格给我就行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秦香花脸上写满不高兴。房子是你们夫妻共同生活的地方，你装修买家具不都是应该的吗？那你们现在不是要求我搬出去吗？既然我不这里继续生活了，那这些东西我搬走也在合情合理之中吧。平时秦香花来借钱，我都很好说话，想不到这次我会有这样的反应。她气得变成猪肝色。听你这意思，算得这么清楚，是不是老早就盘算好了要跟我儿子分家？秦香花见我态度坚决，开始想着法子编排我。看来我们没有必要再继续交谈下去。你如果执意要赖着不走，我就请律师告到最高法院去。刘嫂闻言，气得浑身发抖，被我暗暗压下，才没有上前。周扬玉上前压了压秦香花的手，低声道：我哥的这套房子现在可值不少钱，这装修哪有房子贵？给他吧。其实他心里也清楚，财产分割不是空口白话，是走了法律程序的。真的要走司法，他们也还有10分的把握。周扬玉鼻孔对我，能有几个钱？你把清单拿出来，我1分都不会少你的。听说周扬玉继承了周扬辉的公司，如今说话底气十足。好，你立马结清，我立马搬出去。我把清单一一拿出来，放到桌上。秦香花看着清单，没想到算下来竟然100万，瞬间瞪大了双眼。100万，这么多钱，金子做的吗？当初周扬辉买下这套房花了100万，我也同样花了100万用来购买家具和装修，清单里面各种明细都有。你这是漫天要价，我们怎么知道你这些明细是真的假的？秦香花急眼了，都是大的家具公司直接购买的，发票也可以查到。有时候真的挺无奈的。没事的，妈，我哥公司有钱，我们不差这一点。而且目光要长远一点，这里的房子现在听说都炒到300万不止了，往后还会再涨。周扬玉说完，立刻拿起电话拨通了过去，立马转100万到我卡上。周扬玉对着电话那头命令道：什么？怎么可能没钱？10分钟内，如果我的卡上见不到这100万，你直接去人事报道。明天开始，你不用来了。10分钟后，周扬玉的手机弹出信息，得意洋洋地晃着手机：我这就给你转过去，赶紧收拾你的东西，滚蛋吧。许昕给孩子做完推拿，这一切他都听进去了，一脸震惊。我跟刘嫂很快就收拾了行李。其实2天前我就让刘嫂收拾了一些东西出去，如今只有一些随身的物品。许昕帮我抱着娃进电梯的时候，
忍不住吐槽起来：“你这什么奇葩婆婆和小姑子，太下头！”我微微一笑，本来我还头疼那些家具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没想到他们竟然会主动上门送钱。好戏才刚刚开始，刘嫂憋了一路，实在不解，终于忍不住在车上开口道：“太太，你未免也太好说话了，那房子怎么轻而易举就？”许星也道出了疑问：“是啊，让你搬就搬，那个地段的房子最近炒得可凶了呢，房价见风就涨，你竟然舍得？那套房子很快就会被查封了，就算我们现在不搬，最多1-2个月，法院那边也会强制执行的。”看着面前的两人吃惊的目瞪口呆，我娓娓道来：“周阳辉的公司前段时间承接了一个工程项目，结果工地上一个老人突然心梗身亡，死者家属闹到公司去，要200万的赔偿款。换作往日，200万他是可以拿出来的，可是他一向心气高傲，独立门户之后，把原本在旧公司里的股份全部表现投入到新的公司里。因为他是我们公司的创始人之一，凭借这层身份，他的公司业务量只增不减。于是他找了一家海外资本，签了对赌协议。当时我还劝他来着，但他当时烈火烹油，鲜花着锦之盛，哪听得进去这些？结果听说在一次饭局上，江宁说在座的一个老板对他心图不轨，周阳辉可能是狗尿下肚上了头，怒火攻心，把人按在地上一顿胖揍。事后听在场的人解释，商业大佬当时只是见他的口红色号不错，问了一句是什么牌子什么号，想给自己的太太也买一个，结果被诬陷成那样。商业大佬人人敬重还来不及，哪吃过这种亏，立刻在圈里放话，意思是要封杀他。自从那之后，他的业务呈垂直下滑。这还不算完，他之前和别人合作做的项目，钱一到账，合伙人便卷款跑路了，麻烦就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。对赌即将到期，而那个死者家属又天天到公司闹，再加上他请的是第三方无证的外包公司，如果被捅出去，工程铁定会被停工。又被我知道了他出轨的事，他眼前的路已经无处下脚，于是他便想到了房产本。然而根据季律师的调查，抵押了房产拿出来的钱，除了赔付给死者家属以外，就剩下为数不多的钱挂在账户上充脸面，窟窿依然在。听完我说的这些，刘嫂和许星都一脸恍然大悟。那你今天可以拿到100万，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听说你这个钱小姑子花钱大手大脚的，最近更是包养了一个小鲜肉。我笑了笑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许星眉头一挑，那可不，咱可是吃瓜小灵通。其实我提出让他们买下我的装修和家具的时候，也有赌的成分。不过这一切还得感谢周阳玉，他大手大脚惯了。周阳辉在的时候，宠得他不知天高地厚的，自然接手了公司，也根本不会有心思去查账。我们直接回了我家，我妈一见到她的小孙女，立马笑得合不拢嘴，立马从许星的怀里抱走，一口一个小宝贝。我爸也难得的一改平时的严肃，回来就好，免得你妈妈天天在我耳边念叨。我妈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，我把许星留下来用饭，没想到季晨也赶了过来，就都一起用了晚饭。许星跟我又交流了一些推拿的手法，然后便回去了。临走前，他戳了戳我的手，低声说：“回头结婚的时候，别忘了邀请我。”他看了一眼季晨，又看了一眼我，郎才女貌的，挺般配的。我剜了他一眼：“你想多了，他只是我请来的律师。”秦香花据说搬进建苑小区当天，破天荒摆了10桌酒席，
风风光光，就差敲锣打鼓了，打着给他死去的儿子纪念的幌子，实则是在炫耀他如今有多威风。一个被男人抛弃了的女人，抚养长大2个小孩，虽然儿子不在了，可她留下了房子和公司。女儿大学一毕业就继承了儿子名下的公司，成为了首席执行官，而她也搬进了高端小区，从此高人一等，生活一下子得到了质的飞跃，走路都带风。他们的事情其实我不喜欢打听，刘嫂跟我说的时候，我就当成八卦听听。半个月后，周阳辉的公司爆雷了，海外资本如期过来验收，不消多想，工程任务肯定完不成。周阳辉当时把工时压缩到最小，可中间出了那么多岔子，再加上周阳玉半道杀出来接手，他们公司的副总当即辞职跳槽，而公司里面的那些员工早就不想干了，工资被拖欠了好几个月，一见情况不对，纷纷收拾东西走人。听说为了抵掉工资，整个公司都快被搬空了，只要是能变现卖掉的，一件不留。然而没想到这件事情还影响到了我们公司，毕竟周阳辉当初是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，对外总说我们是总公司，他开的是分公司，真是阴魂不散，搞得最近公司里人心惶惶。我找到季晨，不无担心到周阳辉的事情多少会影响到总公司，毕竟当初他创立公司的时候，他的身份在圈里是公开的，而当初他把股份都卖给我变现的事情却鲜少人知。季晨略微沉思，开个记者会吧，澄清了就好，尽量把影响降到最低，你专心开记者会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于是我连忙让助理安排了记者见面会，连夜整理了会议的材料。虽然公司的规模不大，可它是我呕心沥血创办的公司，就像我的另一个孩子。记者会如期进行，我把周阳辉撤股的那些证据以及离婚协议都拿到记者会上。然而底下的记者犀利发言，徐总这个时候公布这些信息，是否太过刻意撇清关系，隐藏在记者会里的狗仔，在这个时候直接爆出周阳辉出轨和死因，现场一片哗然。这无疑是一个大雷，瞬间在网络上炸开了锅，成了当地新闻热搜榜首。我一时间成了受害者，备受网友的关心，公司的股票也一下子涨幅了10个点。与此同时，周阳辉的公司也发出了清算破产的公告，周阳玉身上背负着对赌协议的巨额债务，听说公司财务还举报了他挪用公款，除了转给我的100万以外，还有偿还秦香花的债务。财务离职前还把周阳辉偷税漏税的证据抖露了出来，周阳玉即将面临是法律的制裁。而秦香花那边更加精彩了，她搬进建苑小区，加上女儿可是公司的老板，一下子飘飘然，在赌博上更是一掷千金，对于金钱仿佛没了概念，一夜之间输了近100万，债主找上门去，跟着债主一起上门的还有江宁的家人。江宁的家人见女儿死了，而且报道上爆出来的实锤是因为和周阳辉一起死的，他们上门找上秦香花索要赔偿。秦香花一开始还嘴硬，呸，要不是你们闺女一直缠着我儿子，我儿子也不会这么早就撒手人寰，指不定是你们闺女命硬，克死了我儿子，我不找你们要钱就很好了，你们居然还有脸找我，扫把星！江宁的家人哪里能忍，当即给他甩了2个巴掌，嘴上功夫再高也怕菜刀。秦香花面对5大3粗的讨债人，面对江宁一家的拳脚相加，一下子就老实了，蔫了吧唧的跪着求饶道：你们别急，我儿子的这套房子最近听说又涨价了，
已经300多万了。等我卖了房子，给你们总行了吧？然而连电视剧都没有这么狗血。据说他刚说完这句话，法院那边上门了，拿出了执行的证件，把房子直接封了。秦香花傻眼了，这套房子已经抵押了，现在请无关人士离开。这些都是在网络上疯传的，毕竟在当地也是一则不小的新闻，成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。后来我再次见到秦香花的时候，她衣衫褴褛，疯疯癫癫，自言自语：我儿子可是公司总裁，我女儿也是公司总裁，我就是总裁的妈妈，哈哈哈哈！听说是因为追债人和江宁家人步步紧逼，他一脚踩空，从6楼摔了下去，人没死，就是脑子撞傻了。我带着宝宝经过的时候，他的眼神落在我身上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像是认识我一样。我妈见状，带着我抓紧离开。这段时间，你每天早出晚归的，你是没见到。季晨倒是来家里来的频繁，天天陪你爸下象棋，似曾相识。当初周阳辉为了征求我爸妈同意我们的婚事，不也是天天来我家？他来就来呗，你跟我说干嘛？我买了2袋豆浆，还有几根油条。你这家伙，他对你的心思，难不成你看不出来吗？你就不怕他是另一个周阳辉吗？他不一样。我妈一脸认真，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，宝宝还这么小，我只想抓紧赚钱。我妈嗔了我一眼，钱，你钻进钱眼里了。自从回来之后，天天想着赚钱，以前怎么没见你对赚钱这么上心？自从知道周阳辉的那些烟渣事之后，我发现金钱才是最忠诚的。出血那天，我收到了一份保险公司的赔偿单子，500万的赔偿款，是周阳辉3年前签下的人身意外险。3年前的某一天，我今天看到一个大学生，就像我们当初那样，他居然在卖保险。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决定帮他一把。这样吗？你怎么帮他的？我织着毛衣，在暖烘烘的壁炉旁坐着。我给他买了一份人身意外险，看他一个小女孩独处异乡，挺不容易的。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你怎么想的？哈哈，正好他在卖保险嘛，受益人我填的你。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，想跟你商量商量。我侧耳，我想聘请他当我的秘书。可以呀，正好小张要回家生孩子了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我跟人事说一声。江宁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